4个人加一台挖机，1天的时间砌了不到10方石头，你们说还有谁？大家好，我是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在我开着挖机去西藏的那段时间，我们湖南市天天下雨，然后隔壁村的马路有好几处地方马路旁边出现了垮塌，这条路的里面呢，总共就只有10多户人家，然后他们就商量，决定每户人家都出一点，把这条路呢加固一下。因为预算不是很多，这10多户村民又都是我的粉丝，所以他们就一致同意想把这个挡土墙包给我。大家都知道我陈师傅包挡土墙每次都是亏，本来我是再也不包挡土墙了的，可没想到他们硬是等到我从西藏回来，然后找到我家里面一个劲的跟我说好话，还跟我说找了4个专业砌挡土墙的老师傅，这是保证我不会亏。所以我就这样八推八就把这个挡土墙包下来了。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来之前我就仔细观察了这4个人，我发现他们干活总是只有1个人在做事，3个人在旁边看。完了，看来这一次又中计了。而且我发现他们这几个人做事分工很不明确，就这个大叔刚刚都在下面砌石头，我还以为他是个砌挡土墙的老师傅嘞，没想到一下又到上面抓石头来了。他刚上来还没抓几个石头，又跑到下面去了。反正就是跑来跑去在路上找的时间比做事的时间还多。还有你们看前面这个大叔，我在这里搅拌水泥砂浆，这个水泥和沙子都快被我炒熟了，他就一直站在旁边看着我。大哥，你去打2桶水过来水哦，原来要我在这里挖个坑他才浇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喽？一定要我问你，你才告诉我。接水的地方呢，又只有在前面那个水沟里面才有。就这样等他慢吞吞的打2桶水过来，这边呢又快被太阳晒干了。最后在他提了20多桶水之后，总算是把这个混凝土搅拌好了。现在水呢不用提了，结果他又是站在这里看着我。我说大哥你就不能够随便找点活干到这里扒几个小石头也好我感觉请你们4个人过来就是看着我干活的。我搅拌好砂浆又要挖石头，挖完石头又要挖砂浆，不管大活小活都是我做。我在这里挖机手柄都被我开得冒烟了，你们却在旁边看着好玩得很。你们看干活的就我一个，指挥的4个，挖完砂浆立马又要挖石头。后来我想了想，干脆我把挖机先停了，结果你们看他们就动起来了，石头都自己抬。哎呀，早知道我就挖机都不开过来了。看来我也要学聪明一点，除非这种大石头给他们挖一下，那些小事情就让他们做。好不容易干了8个小时好的，我在挖机上面打了一下瞌睡，一下人全部不见了。然后我把挖机反过来一看原来是东家拿西瓜过来了。哎呀，确实有点口渴，那我也吃一块。西瓜嘞，多少块呀？搞2块要的。好了，要的。这西瓜东家还特意放冰箱里面冰了一下，在这37、8度的高温吃个冰西瓜简直不要太爽。看着我陈师傅吃西瓜，你们流口水了吗？嘿嘿嘿，还有一块。简直太爽了！37、8度的天气是冰西瓜，这么爽。吃了西瓜之后又休息了一会儿，就快到11点钟了。结果他们跟我说要下班了。4个人，你们一个上午快5个小时了，砌了不到10方石头还加了一台挖机。这几方下的锅，对得住我挖机吗？你们下午几点钟来4点半。4点直接6点算了吗6点可以？4点钟来，4点钟是干什么活了？4至8点。4点做到8点，8点钟天黑了。天黑了，这是天黑了。我也真的是无聊，有个挖机不用，偏偏要人工在这里抬抬了。挖这个怎么不一样挖这个打煤的。让你们抬了。请了4个大爷，总是一个人干活，杀4个人在这里看。这个真的，等一下这个几方石头要切几天。这4个师傅呢是早晨7点钟来的，他们说11点钟下班。
本来是280一天，我给他们一人加了20，要他们中午自己回家吃饭。我呢也是自己回家去吃。要不是自己包的我真的不敢相信，4个人加一台挖机，我们一个上午就砌了几方石头。现在我已经是对这条挡土墙不抱任何希望了，回家吃饭去。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喜欢陈师傅的给陈师傅点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一集再看这条挡土墙到底亏了多少。当我拿出这个铁链，想必大家就知道我要做什么事了吧？说好再也不包挡土墙了的，我又包了一条挡土墙。你们猜一下，这次我到底会亏还是挣？哦吼，陈师傅开挖机，只开辣挖机。前2天在这里挖挡土墙基础的时候，挖断了东家的水管。现在这个挡土墙呢，已经砌好了，但是还剩余很多石头。然后东家就想了想，干脆到这个后面还建一条挡土墙，把这些剩余的石头用掉。所以东家就又把我叫过来，让我在这里给他挖一条挡土墙地基。这个挡土墙的坡，东家要我笔直刷下来，因为上面那个竹林是别人的，已经不能动了，所以只能把下面挖直一点。这些多余的土全部装到货车上拉出去。花了1个上午的时间把这个挡土墙的地基挖出来之后，东家就跟我说想把这条挡土墙包给我。这条挡土墙有35米长，4米高，这个基础只挖了1米宽，我估算了一下，大概是140方左右，大价是150一方。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到底是包还是不包？如果要包的话，肯定只能叫这3个大爷。但是这3个大爷呢，都有60、70岁了，我估计一天还砌不了10方，又是亏。哎，太纠结了。像这种挡土墙，要是不包呢，就觉得可惜。我要是包呢，可能又会亏。但是这3个大爷就一直在旁边跟我说，陈师傅把它包下来，才100多方石头，我们3个砌了几十年挡土墙的老师傅，几天就可以帮你砌好，保证你稳赚不亏。听到3位大爷这么说，我一下就有信心了，所以我决定包下来。然后大爷问我有没有吊石头用的铁链，他跟我说用铁链吊石头砌挡土墙速度非常快，所以我就又把我方存已久的链条拿了出来。大爷把链条的一头挂在我斗上，另一头就拿来绑石头，我们就这样一个一个石头的吊。才吊个石头，铁链就没有绑稳。2个人在那里绑了这么久，连个石头都不会绑，这多少让我有点怀疑他们的技术了。我看这个挡土墙估计有点悬。3个大爷年纪加起来将近200岁了，为什么我每次砌挡土墙都是遇到年龄这么大的大爷？难道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种事了吗？这个石头刚刚好不容易吊过去把它放稳了，结果又要我把它推倒，我实在是搞不懂他们是怎么想的。石头的下面水泥砂浆不放，我挖了1米宽的地基，他又给我缩了10公分，上面还要砌4米高，而底座却只有90块。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底座是不是有点窄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够承受住。东家呢又是个外行，一问三不知。我呢虽然是包工头，东家都没有说什么，我也不好质疑，所以就任由他们3个老师傅在这里安排，他们要怎么搞就怎么搞。我们先把这些大石头全部一个一个的爬着放在外面，然后再把小石头挖进去，把里面的放线填满。这几个大爷呢就一直看着我挖，也不知道动手扒几个石头进去，经常是我一个人在做，他们3个人在旁边看，什么事情都要挖机做，这哪里有效率？把里面全部填满小石头之后，我们就铺一层水泥砂浆在上面，弄好这一边再去吊另外那一边的石头。快到下班的时候，我要兄弟给我买了几瓶饮料送过来。第一次跟这3个大爷合作，我包的这条挡土墙是亏是挣都掌握在他们3个人手里，所以要给他们打好关系才行。大爷喝瓶水，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要的来一人喝1瓶。今天多干一点啊！辛苦了辛苦了啊！给我多卸几方啊！要的啊！一人给了他们1瓶饮料，本来他们是要下班了的，结果他们说要多加8个小时班，帮我把第1瓶石头全部搞完。然后我又搅拌了一点混凝土，这个毕竟是给自己做事，我也要多做一点，争取这一次包的这条挡土墙不要亏。要是再亏的话，那就太丢脸了。因为这3个大爷只给我做了半天事，
所以今天只要给他们付1半的工资。我们这边的工人是300一天，8天就是150。还好他们今天加了1.8，不然这一瓶石头都搞不完。大概估计了一下，一个下午3个人加一台挖机，差不多砌了11方。把路修一修，明天东家还有2车石头要过来。今天就先做到这里，明天我们再继续。喜欢陈师傅的，给陈师傅点个关注，点个赞，我们下回见。